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新闻可以说是震撼整个金融圈的里程碑事件。SWIFT 这个全球跨境支付的大哥宣布正式拥抱以太坊区块链账本。想象一下，每年150万亿美元的跨境支付，从原来动辄2-3天的结算，变成几秒钟链上完成。这已经不是科幻了，而是刚刚在上周的 Cybers 2025大会上官宣的事实。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老贺。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 SWIFT 它不是普通的角色，它是全球银行体系的中央神经中枢，连接着11500家金融机构，每天处理上亿条消息，是国际金融结算的命脉。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一下 SWIFT 的历史。SWIFT 成立于1973年，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它全称叫做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全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它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就是如它的名字所阐述的那样，它其实是一个消息传输网络，本身并不直接处理资金。就是说在银行转账的早期必须要有一个通讯网络，那个时候用的是电报，所以 SWIFT 最开始就是一个银行间的电报网络。譬如 A 银行告诉 B 银行，我转100万美元去你那边了，这笔钱呢要通过代理行的网络层层流转，才能把这个消息最终落地。那么这里面就造成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速度慢，譬如你从中国汇一笔钱到美国，或者从美国汇到中国，一笔汇款通常要等2天以上。第二，成本高，中间涉及到的机构比较多，所以中间手续费层层叠加，因为人工成本很高，所以这样的话基本上一笔跨国汇款要20到50美元不等的费用。第三，透明度比较低，中间环节很多，钱在路上谁都说不清楚。所以如果国际汇款做得多的人都有这种经验，就是你有时候发出去这笔钱，过了几天对方都没收到，最后让对方去查，你会发现卡在中间某一个代理行那儿。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们如果经常做跨国汇款，你们是否有过在跨国汇款里面卡在系统里面的经历呢？这种钱在路上旅游的感觉有时候真的很让人抓狂，因为你不知道钱去哪里了。全球跨境支付每年损失超过100亿美元的效率成本，而且新兴市场国家受害尤为严重，例如像菲律宾、越南、非洲部分国家，有些人在海外打工寄回家的钱，可能有5%到10%都被中介费用给吃掉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SWIFT 的效率确实太低了，它必须改变。原因很简单，如果它不变，区块链就会改变它。所以 SWIFT 选择的应对方案是我们主动拥抱区块链。那么在这个档口上， SWIFT 宣布拥抱区块链，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你可以理解成主动拥抱，也可以理解成被动应对，因为区块链来势太猛了。不过 SWIFT 也算反应迅速，其实 SWIFT 在过去几年当中已经在铺路。例如2023年，它已经开始和各国央行测试 CBDC 央行数字货币互联互通。2024年，它又推出了 Tokenization Sandbox， 就是代币化沙盒，探索资产证券化的结算。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新闻是真正的重磅，就是在2025年9月29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1周以前，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 Cybers 大会。 Cybers 其实就是 SWIFT 为了联系全球的结算网络而每年举办一次的行业峰会。所以在上周法兰克福举行的 Cybers 峰会上， SWIFT 的 CEO Javier Perez 宣布， SWIFT 将把共享区块链账本整合进现有的支付架构，实现7×24小时的实时跨境结算。这一次 SWIFT 不再是谈测试了，而是直接上链。合作方包括全球30家顶级银行，几乎覆盖了欧美传统金融的半壁江山，其中不乏我们非常熟知的一些大行，例如美国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等。这次背后的技术伙伴是谁呢？正是以太坊的核心开发公司 Consensus。 那么他们使用的平台是一个基于以太坊的2层网络，也就是我们讲的 Layer 2的网络，叫 Lionel。 有些人可能会问， SWIFT 为什么不自己造一个链，而要使用以太坊的2层区块链呢？其实这就是一个成本和效率的衡量。自己要造一条链，你的可靠性、你的市场号召力可能都不够。而我们知道以太坊 Ethereum 是当前区块链智能合约平台的老大。以太坊有2个关键的优势。第一，它有开放中立的基础层，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链，任何机构都能接入，不受单一国家的控制。
第二，它有非常成熟完善的智能合约生态，支持稳定币、代币化存款，甚至央行数字货币。所有的资产或者所有的加密货币，只要你愿意通过智能合约上链，都可以接上以太坊。所以 Swift 选择这个策略应该是很聪明的做法，它不是拆旧建新，而是插件式集成，充分利用现有区块链成熟的基础设施，直接切入进去。采用的消息层依然是传统的 Swift 系统，但是结算层不再通过以往的代理行的体系，而是通过以太坊来直接提供。换句话说， Swift 这一次的做法是传统的银行通信加上区块链分布式账本的结算，二者合体。Swift 强调这不是颠覆，而是一次升级。系统的初始阶段会重点支持3类资产：第一，受监管的稳定币，例如 USDC； 第二，银行代币化存款，如我们以前谈过的英镑代币化存款；第三，各国的 CBDC， 也就是央行数字货币，它代表的是数字主权货币。所以 Swift 的系统它将兼容各类加密货币，这样就可以实现7×24小时实时到账，而不再受时区的限制，也不再受工作日的限制。有趣的是，如果你去看 Swift 的 CEO 现场的演讲，你会发现他的发布非常低调，他并没有提到以太坊，也没有提到 Lightlayer， 但聪明的朋友们其实很早就已经知道端倪了。就在同一周，在新加坡的会议上， Consensus 创始人 Joe Lubin 亲口说， Swift CEO 没说是哪条链，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用的就是以太坊和 Lightlayer。 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内部人士爆料，显示 Swift 采用的 TradeFi 传统金融和 DeFi 去中心化金融结合的模式，选择的网络就是以太坊。以太坊的2层链 Lightlayer 我们也理解成是以太坊，因为它最终是通过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网络完成最终的结算。所以这等于是 Swift 把链上结算正式引入到现实世界金融的血管系统。朋友们注意，这绝不只是一次技术实验，这是全球金融架构的重组，它对于金融体系的影响绝对是核弹级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深入的了解一下 Swift 的新账本是如何运作的。 Swift 账本基于以太坊加上2层网络 Lightlayer 的 ZK Rollup 技术，我们称之为就是零知识证明汇总的技术。听起来很复杂，其实它的原理呢，拆解一下是很优雅很清晰的。首先，以太坊是主干公链，保证安全和最终的确认，而以太坊是经历10几年市场验证的公链网络，是非常可靠的。第二， Lightlayer 是2层扩展，它负责高频低成本的交易结算。第三，采用的是 ZK Rollup 零知识汇总的共识机制，让交易隐私和验证能够并存。也就是说，这笔转账在网络上它是充分透明可验证的，但是它采用零知识证明的方式去验证的，所以交易的细节并不会充分披露，使得共识机制的验证与交易的隐私能够并存。整个运作的过程可以把它划分为以下4个步骤。第一步，消息层先发送指令，这是传统上 Swift 最擅长的部分，发送标准报文，转账100万美元稳定币，譬如从 A 银行到 B 银行。第二步，桥接到 L2 Lightlayer 执行结算， Lightlayer 智能合约完成身份验证 KYC 合规检查，例如反洗钱、资产转移。第三，生成零知识证明，证明交易真实有效，但同时又不暴露交易的细节。第四，回传结果给 Swift 系统，账本同步更新，结算完成。这里面的核心就是要银行体系的参与。我们知道银行体系它必须要非常稳健，同时又要保护客户的隐私，所以这里最核心的就是零知识证明的技术，它能在不暴露具体交易信息的情况下，让网络验证这笔交易是真的。如果各位不理解零知识证明，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一下，搜索了还是看不懂的话，请告诉我，我可以做一个很通俗的视频给大家来讲解这件事情。在零知识证明的技术加持下， Swift 的转账网络既能满足监管的要求，同时又能保护隐私，这对银行来讲呢是梦寐以求的平衡点。所以全球来自16个国家的30家顶级银行都愿意参与这个项目。当然，所有的革命都是有风险的， Swift 这次貌似激进的变革也是如此，至少它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将经受时间的考验。第一，扩展性。Lightlayer 作为以太坊的2层网络，
虽然它有很高的 TPS， 但是在拥堵时仍然可能出现交易的延迟。第二，监管的挑战，跨境结算上链了，那么后续的审计以及监管的问题如何协调？第三，系统性风险，区块链如果中断了，全球支付或将瞬间瘫痪。这种风险虽然发生的概率非常非常小，但是作为以稳健见长的传统银行体系来讲，也不得不防。第四，竞争，来自瑞波还有 Visa 等等很多竞争对手的产品都虎视眈眈，大家都盯着全球跨境结算的这一块大蛋糕。SWIFT 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它的强势地位呢？虽然有以上风险，但是我们可以预见的是 SWIFT 上链以后，它产生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对比，例如结算时间上，传统 SWIFT 至少要1到5天，上链后秒即可完成。成本传统上需要20到50美元，上链后不到1块钱。可用性传统上朝9晚5工作日，上链后7×24小时永不停息。支持的资产传统上仅支持法币，现在可以支持所有的能上链的货币，包括稳定币、CBDC 央行数字货币以及其他一切可上链的资产。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它带来至少2个结构变化。第一，银行的地位重构了。过去跨境支付依赖代理行的链条，现在每家银行只要你加入这个网络，都能直接在链上完成结算，中间利润的环节被削减，金融体系去中介化的特征加剧。第二， DeFi 和 TradeFi 融合，就是传统金融与去中心化金融。SWIFT 账本可以与以太坊上已有的 DeFi 的协议进行互动，这个对传统金融体系和去中心化金融、现代金融体系、链上金融体系的融合是革命性的。这也意味着传统的机构投资者主流资金会逐步迁入链上生态，或者与链上生态相对接。我们知道 SWIFT 的一些竞争对手，例如瑞波，其实一直在挑战 SWIFT， 因为瑞波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它的使命就是盯住跨境结算的。而现在 SWIFT 选择以太坊，一方面它意味着这种中立路线，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它选择了一个更强势的平台，它既不完全封闭，也不完全去中心化。这种模式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整合不同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实现多种 CBDC 的互联，同时又能实现 CBDC 与稳定币的互联，甚至将来可以实现 RWA 的资产与这些 CBDC 和稳定币的互联。例如将来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欧元、数字人民币、数字美元、美元稳定币 USDT、USDC 都能通过 SWIFT 的统一标准体系进行互联互通，这才是真正的全球支付的互操作性。那么金融市场对这个消息有何反应呢？9月底这个消息一出，以太坊和 Layer 的生态代币短期内迎来交易量的激增。据估计 Layer 的链上锁定资产将在2026年翻倍，而 ETH 作为以太坊上的燃料资产需求也将上升。但是更深层次的变化是心理和认知层面的。 SWIFT 这次对区块链的拥抱，标志着传统金融第一次大规模的在全球范围内公开承认链上账本的主导地位，这会进一步推动稳定币立法、银行链上托管以及合规 DeFi 的加速，也使一些还在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传统金融机构加速跑步进入区块链的世界。所以朋友们，2026年当 SWIFT 的链上账本正式全面上线，全球金融体系将进入光速时代，我们每一个人的跨国转账的体验都将有实质性的变化。过去的 SWIFT 只是一个电报机，未来 SWIFT 将是区块链的路由层。这不仅是技术革命，更是治理革命。它让货币从国家间的信任变成算法与共识的信任，也标志着区块链将正式进入传统机构，也通过传统金融机构进入寻常百姓家。我相信9月29号这一刻将被写进金融史，而我们正好见证了这段历史。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如果你觉得有启发，请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你的观点。你觉得 SWIFT 是被迫的革命，还是主动拥抱未来呢？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咱们下期再见。